大家好，我是13N。那你也知道，最近入手這台忍300，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買車的5個步驟。那這5個步驟呢，其實是看車的一個5大方向。那當然，因為我不是技師，那我也不是學機械的，所以想要買車呢，很多都是靠上網爬文、問車友，當然還有就是自己的經驗。我想說，那我的這個5個步驟，希望對你之後買車也有幫助。好，首先第一個步驟呢，第一個步驟其實就是先做功課。你先買車之前呢，你必須要好好的做功課，你要上網或是問車友，然後或是去官方網站去了解你要買那台車。比如說你要買忍300，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各大眾車論壇，然後或者去忍300專門的論壇，然後上網去查一下說，這台車是不是有照修問題，然後或者是有沒有可能摔車的時候容易壞掉零件是什麼？那保養方面呢，是不是有問題？那些都是很重要的。然後再來，你要去官方網站，然後去找這台车的規格啊，當然它的外觀，你要徹徹底底的了解這台車，然後知道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，然後知道它的規格。你之後去上網要買二手車的時候呢，才不容易被騙，或者是可能對方改了很多東西不是原廠的，你也不清楚。好，那第二個步驟，第二個步驟呢，就是你現在可能已經上網，然後看了很多廣告，然後在想說要選哪台車。那這個時候呢，你就先從廣告裡面看到說，如果有一些車子有重改裝，或是有摔過了，那一概這種時候都不會去選。當然，如果價錢太高的話，你也不會去選。好，那你接下來就會見車主。那在見車主之前呢，我會建議可以不要讓他先熱車，因為他一旦先熱車之後呢，你就無法知道他在熱車之前啟動會發生的問題，比如說他第一個電瓶快沒電，或是他可能啟動有問題，或者是他可能火星塞，然後老舊，甚至種種其他問題。那這種時候，如果你可以跟他一起，就是啟動引擎，然後去感覺到它發動是不是很快速呢，還是會有花時間，或者甚至需要踩發或推發。那這種時候，你都對車子狀況會比較了解。然後我這個時候會想要先聽車主怎麼講他的車子，我會好好聽他介紹他的車子，然後從前面從頭到腳的給他講一遍。他可能之前騎的時候，他可能之前保養做了什麼，然後或是他怎麼摔車，然後受傷，然後零件哪裡有問題，這些都要聽他親口去講。這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從他講的話，然後到你之前做的功課，然後去做個比對，看他是不是有說謊。那如果這個時候你發現他謊話連篇，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然後你就會覺得哇，那這個賣家不可信。這種時候你当然就是離開，也沒有必要再跟這種人做買賣了。好，那第3個步驟呢，就是看車，先看外觀有沒有受損，這是最容易看到的。比如說外殼，然後左邊、右邊，排氣管是不是有刮到，然後輪胎方面是不是有補洞，或者是輪框有凹陷，這些用肉眼上可以看得出來的東西，就先仔細看一遍。那甚至可以看近一點的，比如說像那個引擎部分是不是有漏油的現象，或者是它可能剛全部擦乾淨了，這也很奇怪。然後再來看鏈條，那鏈條呢，如果沒有受損，然後齒盤變钝的話，髒的話其實是都還可以清理，那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。好，那这個時候那你要看剎車，它剎車皮從前面看，從後面看，看一下是不是有些問題。那這時候你第一個做功課的時候呢，可能就有看到說剎車皮原廠的大概是多厚，那你現在可以用目測的方式想說它是不是剎車皮已經很久沒有換了，然後剎車油部分呢是不是裡面都是混濁，這都可以去看。好了，那外觀上面看，如果你覺得沒什麼大問題呢，這時候當然就是跨坐這台車啦。那就是第4個步驟，跨坐跟試騎。當然，很多時候車主不一定會給你試騎，除非你可能有先給他點定金，
或是你可能朋友在那邊，然後可能拿證件給大家先抵押，然後可是很多時候你當然不一定可以整個騎到外面，然後騎個20幾分鐘，你就可以至少在附近的空地呢，可以繞個幾圈，去感受一下離合、剎車，然後轉彎轉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。那我覺得這種時候有試騎當然是最好，因為你都可以從這些方面得知有這些問題。那我之前有遇過不能試騎的情況呢，我反而會想說，好，那車主騎車，我看他騎，或是我坐後座，跟着他一起去騎，然後去聽車子怎麼異音、換擋什麼問題。好了，那接下來就是第5個步驟。第5個步驟呢，就是跟賣家講價錢。那你前面在做檢查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經看了輪胎，然後剎車皮、剎車油或者鏈條這些部分，這些消耗品，發現好像都需要做更換的。那你就可以利用這些點去跟賣家，去跟他說，好，我覺得我買這台車之後，你的輪胎這個要汰換，然後你這個剎車，我可能之後也要做保養去做，然後可以慢慢跟他砍價錢。當然，你也可以再誇張一點。就是想說，你可能有其他讓它摔壞的地方，比如說車殼有刮壞什麼，你可能需要更換，那這些都是可以你砍價的方向。當然，你之後買的自己要不要換車殼，或者要不要去做這些修復或怎麼樣，是你自己決定。不過你就有這個基準，然後看看他就是賣家願不願意，就是配合你的價錢。好啊，那買車呢？當然，其實是更繁瑣，有更多事情需要去做研究。那我現在講的這5個步驟呢，其實只是一個5個大方向。那這個基準，其他更多的東西，比如要怎麼去看壞油器有沒有清理，要怎麼樣去做，這都要你自己去下去研究。好，那我現在簡單的講了這5個步驟呢，我希望對你之後買車也有幫助。那當然，最後還是多比較，然後多爬文，多做功課。希望你早日可以買到你喜歡的愛車。好了，那就先這樣了，謝謝大家。